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睽违半年又来到主播半年更新一次的版本预测，这次来到了第4版，一样在各位观众的积极敲碗下，主播来带各位看一下未来几个大版本的角色走向、全新武器与复刻跟活动啊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依旧老样子，帮各位复习以前经历过的版本角色，从2代忍者开始，龙焰、雪舞、超威、伊贺以龙焰作为2代忍者的起始，而第一个联系角色是不知火舞，虽然它的机制算是半成品，在主战跟辅助之间反复横跳，然后星闪落青到飞斩就来到了2周年，同时也是2代跟3代忍者的交界。第一水差不多 1.5 间周年出现，地风是2周年接续登场，然后3代忍者就从紫元开始，机制跟系数都普遍强大，从紫元卫里到准白中间夹了个不知道干嘛的营销，系数一路从51膨胀到59，不过到目前还没有听到4代忍者，或者说4代根本就是非忍者吧，反正各位看到后面就知道了。继准白之后，间周年出了银火滴登场，算是一个小意外的提前，因为预期火大 C 应该要在4周年出现，提前登场银直接成为卫里专辅。接着 3.5 周年水鹤登场，拯救了积弱2年的水系，让原本系数 46.5 的落青直接跳跃到满命60的水鹤，系数上是一个大幅的跨度。不过各种配件都不齐全，没通灵兽，没好用逆卷，也没有强力的水莲息，所以这边预测应该是9月底，可能9月23号更强的水辅助冰西兰会登场，让水鹤的强度更上一个台阶，顺便以一个捆绑销售的方式，让前面抽旧西兰的玩家再多喷一笔资源出来。然后4周年就来到了双焰小娇，也就是小娇全家桶，一个金光2只萝莉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不过不是我的，2只小娇入侵了我太多卡池了，所以我大概就抽来收集而已。然后再来我们往后看到 4.5 周年，这边其实有2个版本的预测，第一种版本是先上雷莲息，也就是4月中的月辉小叶，6命效果上就差不多跟冰西兰类似，都是提供500攻击跟500对应的属性伤害。那最好的情况就是 4.5 周年后接上雷翼，拯救紫元孱弱的系数啊。当初官方为了提升大家抽卫里，而不是囤到后面抽紫元的可能性，直接提早上紫元然后砍系数，而卫里是一刀没动，结果就是到了 3.5 周年，紫元苟延残喘，全靠机制硬撑，100%的减伤特性也被砍成了残废，所以雷系救星就只剩新营销了。那如果是版本1的话，目前已知的联系都出完了，可能9月出虚实的自私 D 版本，但是没有消息也说不准。但是2027年12月底的血影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忍者必须死到了那时候已经出到连忍者都不是的角色了非常神秘。不过谁也说不准1年半后这游戏还能不能照常运营，走一步算一步咯。再来看到第2个版本，因为始终有一个角色空缺，这边也不排除老板娘被拉出来当做一个不知道出啥的垫档，这样有个好处是节奏会比较慢，玩家压力会变小，坏处是小白赚不到钱，所以不太可能。虽然也是要让韭菜涨，但是 4.5 周年的营销能割到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。那如果是这个版本，小叶就会改到营销后的间周年出，整体衔接上5周年的血影，也算是更加流畅的出角方式。但个人觉得版本1还是比较可能，这样能削比较多钱啊。版本2继续出的话，间周年应该是新版本的虚实，然后预期下一个应该又是水系的大 C， 刚好每2年出一只，不错啊。水鹤又能扛2年呢。接下来我们看到武器的回顾，这边我们简单浏览一下近代的武器就好。我们从紫元版本开始看，4月初紫电白红，8月底复刻一次，2.5 周年怒里双生作为卫里的第1专武登场，然后间周年出了个神秘水枪，落青2专登场，但老实说不怎么好用。然后3周年镜灭目前还是风系 T0， 虽然很快就不是了。然后2月初的紫元2专八旗小丑枪非常垃圾，最近才复刻过一次。然后到了今年4月的间周年版本，第一把比较强的2专登场，那就是巨阙，应该8月或9月会复刻，但是要不要抽可能要想一下哦。3.5 周年的从元大概榨干了大多数玩家的背包跟钱包，但是应该不影响9月出准白的2专，也就是破云枪的出现啊。听说也是不错的武器，但是2专基本上是给有钱人跟新手出的。然后4周年就出了个火系的锤子，百炼应该就取代巨阙成为火系的 T0， 所以说8月才抽巨阙的话，最多就强4个月。那按照预测版本1的话，双骄的间周年登场的新武器跟月辉小叶一起出的就是风渊，作为水鹤的第2专武，如果是版本2就是9月出，然后 4.5 周年就是新营销的专武破雾冠羽，类似手弩的东西啊，建议雷系到时候再抽这把就好，不要抽那个小丑枪了。然后9月中如果不是风渊，可
可能双骄会出一把二专，但目前不知道是什么。5周年就是邪影的武器赤芒，又是更强的风系武器，这也是为啥二专平民别抽的原因。保值期只有专武的一半，很快就出更强的武器了。在我们放大近期的版本，给各位做一个更精确的版本预测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放大的时间轴，从8月到11月的区间，先把水鹤先丢上去。我估计8月19或26就是准白复刻时间了。从3周年被关到3.5周年都没复刻过，也是一个十分少见的案例了。然后9月23号新营销跟破云的登场，中间会不会夹个巨阙复刻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然后看一下活动的部分，已知8月的境界百器，衔接的是虚弥幻境，然后9月初快中，搞到一堆人退坑的异鬼又要出了。接着古国的歌谣，然后好玩但机制很烂的决胜狭路，最后是万川修行。到11月的活动差不多就是这些。老实说，一直在轮回，没有啥新东西啊。再来，且玩且珍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前往宇宙服了。以上就是未来版本预测第4版。想看未来角色实战吗？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